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前2天，官方也在德国那边做线下见面会，大家都已经看到登峰造极的皮肤设计了，不过它只是剪影而已。不过我有看到有一位创作者 Frog Boy， 他把策划未来的更新计划、问答之类的全部都有拍摄下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他的影片。如果可以的话，去支持 Frog Boy 的频道，去订阅他，分享他的影片。我今天只是简单概括策划讲了什么东西，并且做出我个人的想法。在我开始说内容之前呢，这一次大河他是全程用英文来解说，这个有点让我惊讶。他说他是已经练习了1年的时间了，不过我听他的发音是 OK 的，但是因为他讲的比较断断续续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其实他也知道玩家真正想要什么东西啊，所以一开始呢他就分享了登峰造极的皮肤。这个皮肤的争议是部队防御力提升 12%， 骑兵的攻击力减少 10%， 行动力恢复提升 5%。 那其实这个皮肤跟之前 8% 防御力提升的皮肤是差不多的，也是减少骑兵的争议。所以不管你们是用这个皮肤也好，还是用之前的皮肤也好，都是减少骑兵的。那讲真的，其实骑兵比较重要的是防御力。因为身为骑兵玩家的我，其实我个人觉得骑兵的防御力是比起骑兵的攻击力还要更加重要的。那当然，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全部都是骑兵的玩家，其实用这个皮肤就不太适合啊，我减了 10% 的攻击。但如果你的队伍中有其他的部队，比方说有远程、有步兵、工兵的话，其实用这个皮肤是 OK 的。不过我相信这个皮肤应该会有很多玩家去抢啊，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我之后做的登峰造极第11名玩家了，应该腥风血雨啊，应该有蛮多玩家都是11名了。不过因为这一次的设计比较特别的关系啊，所以在一开始玩家看到这个皮肤设计的时候，在想这是不是假的？为什么是一艘船的造型，而且前面还有一个独角兽，有点像 One Piece 的船。OK， 再来就是新的统帅设计了。那坦白说，我看到这个统帅的设计呢，比较像是亚洲地区的，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是韩国那边或者是蒙古的。会猜测是韩国，是因为他的身形其实比较像是李舜臣，而且在游戏中韩国文明就是代表工兵。猜测是蒙古，也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魁梧，并且蒙古人都是很擅长弓箭的。所以这里也是开放给各位猜测一下这位新的统帅到底是谁。不过官方也只是放一个设计出来而已啊，他的另外一位统帅是没有放出剪影了。接下来万国觉醒的未来计划，这里有包括 VIP19 的计划、T6 还有新的时代，最后就是终极伤害。那其实在之前我就已经有跟大家透露过了， VIP19 不会增加任何的数值，它只会增加一些特效而已，有包括千层的特效，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些特效，还有包括城市周围可能有一些特效之类的，比方说像是有蝴蝶绕着你的城市飞。反正增加新的 VIP19 呢，不会增加任何的数值，只是会增加一些特效而已。至于 T6 还有新的时代，其实他们有做了调查，玩家想要什么东西，是 T6 呢，还是像万龙觉醒那样子有5种类型的兵种。在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官方是有做过调查问卷的，这里就有看到玩家比较注重是在战斗上面，再来就是兵种的种类，接着统帅，这3个是玩家最关心的地方，尤其是战斗，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比例是比起其他还要高出很多的。但另外2个比较少的就是有科技还有建筑物，所以就是说其实玩家并不是很在意说我的城市能不能升到30等级，或者是我的科技可以升到多高，其他的部分是最少的，这边只有 4% 左右而已。但是这里其他的部分有包括什么东西我就不清楚了。不过策划跟之前讲的东西是差不多，就是我们会进入火器时代，会有一个火枪部队之类的。至于有没有 T6 呢，它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来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T6， 但是一定会增加新的兵种。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在之前就有做过一个影片说明了的，这边就不再多做说明了，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东西要讲。第3个问题，终极伤害的部分，这边是有讲到未来终极伤害有什么计划，会不会看到有其他的统帅也是有终极伤害之类的。那策划有答复说他们不会增加太多的伤害在游戏里面，目前在游戏里面已经有直接伤害、终极伤害还有真实伤害了，所以短时间之内应该是不会增加其他的伤害。至于终极伤害会不会在其他的兵种上面呢，他就没有直接回答。我认为是可以增加其他的伤害的，但是不要在短时间内推出太多，玩家消化不了。另外一个部分，游戏系统这边的问题会比较多，有6个。第一个就有包括新的玩家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有什么帮助之类的，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官方有可能会帮他们自动解锁 T5， 让那些新的玩家进入征服赛季之后有机会可以重置统帅，调整统帅博物馆，让他们更快的去追赶上装备的进度。但这些东西呢还在构思阶段啊，还没有正式说会推出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大概率会推出啦，毕竟它这个东西已经重复了那么多遍，对于那些旧的玩家来说是肯定不公平的。但是为了帮助那些新的玩家更容易融入这个游戏呢，也只能用这些方法而已。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奥西里斯联赛的匹配制度很不平衡，有可能你遇到很强的对手，然后你很烂，玩家就很好奇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去匹配的。他们匹配的标准其实有包括战力、游玩游戏的时间、参加比赛的玩家数量，还有击杀数。虽然他们是有根据多方面去考虑啊，不过我还是觉得说奥西里斯联赛的那个匹配制度真的不太公平，是真的时常发生遇到太强或者是太弱的对手。这个部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而已啊，如果你们也是有遇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或者是你们觉得有什么更好的匹配方式，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再来就是电子竞技的问题啊，除了奥西里斯联赛之外，还有想过什么其他的比赛什么之类的吗？这个问题之前有说过了，他们将会推出15v15的埃及之战或者是奥西里斯联赛。那么这边可以看到，从原本有4个要塞变成3个或者是2个，因为中间那个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要塞还是灵柩来的，因为它看起来是差不多的。火神庙跟生命之泉的数量是一样的，不过可以看到生命之泉的位置其实有改变了。那个位置原本是赛特要塞的，他把它移过来这边了，然后把2个要塞的位置放到中间去，并且连方尖碑的方向也是放在中路了。就是说在中路开团战的时候，其实玩家只是需要从中间开始出发去中路而已，会更快的抵达城市，然后把灵柩放进去。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至于为什么要把30个人变成15个人呢？有很大可能是真的因为玩家流失太多了没有多少玩家可以去报名这种比赛了，所以他们才减少玩家。因为像我自己的王国是已经没有办法凑出30个玩家去参加这种比赛了，只能最多15个玩家而已。或许策划他们是想要给这些小的王国一个机会去参加比赛，不过我觉得赢的可能性很低啦，毕竟能够参加这种比赛的王国大部分都是装备或者是军器很好的王国，那种连30个玩家都没有办法凑齐的王国或者是联盟呢，大概率也是打不过他们的。不过这个新的模式可能它的玩法上面会有一点点改变，这个我们敬请期待。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移民的时候要把自己城市里面的资源全部都删除掉？那其实策划没有明确的说出来，但是我个人已经猜到原因了，就是怕资源商他们会到处去卖资源，所以他们要求那些玩家要移民的时候删除这些资源是很正常的，我个人觉得啦。再来有没有想过增加 pretext 的标记？pretext 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更快的快捷语言吧，就是很像我们要打招呼哦，你好什么之类的。像他这个问题就有写到 ball here， 就是在这边集合的意思。像我们战斗其实比较时常会用到，就是集合在这里，我们要走去哪里，然后 follow the mark 就是跟着标记走之类的。围殴啊、驻防啊、需要车头啊，或者是需要骑兵、步兵、工兵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增加的快捷语言。策划的答复是他们有在其他的副本活动中已经增加这个功能了，就比方说像现在画面上的奥林匹亚之巅是已经有这个功能了。但是他们的操作方式是通过小地图去操作的，那你们可以想一下，在 KVK 中的地图这么大，如果要通过小地图去操作的话，其实会比较困难一点。他们是有考虑要把这个功能增加在 KVK 里面的，但是要以什么方式、以什么形式去增加，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想法，可以更加减轻管理层的负担了，不需要一个一个字慢慢去打。这个就看他们之后怎样去研发了，我个人是很支持这个想法的。接着有问到会不会在游戏中增加一些工具，就比方说会自动帮我们计算有多少的加速、多少宝石、多少资源等等。策划有说他们之后会考虑增加这个功能，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问到会不会把 T4 跟 T5 的阵亡数量分开，会更加方便管理层去做计算。但是这个部分呢，策划他是有说过他们不考虑去做这个东西，不过他们知道有第三方的软件会有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啊，但他们不考虑。并且他还有补充到有部分玩家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或许是怕尴尬吧，因为有一些玩家可能他阵亡的数量全部都是阵亡 T1， 到时候可能就会被其他玩家嘲笑了最后还有2个其他问题，就有说到手机或者是平板玩家可以使用滑鼠或者键盘来操控吗？那么事实上我们玩家还是可以用滑鼠去操作手机或者是平板的，但是它的操作方式就有点像我们手指去操作而已，不像电脑这样子你可以点击更多的快捷键去操作手机或者是平板。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有跟策划反馈过，但是今天策划的答复是说他们不考虑增加这个功能，因为会比较困难一点，就等于说电脑玩家操作起来还是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我是觉得官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把键盘或者是滑鼠增加在手机平板上面的话，其实可以增加更多更方便的操作啦，就我们一直要拉可以用点的方式去点敌人嘛，这个我比较好奇，因为电脑玩家是可以用点的方式去点的。
最后就是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去玩这个游戏因为很多人都讲，哎呀，策划他会做出这种更新啊，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没有玩过这个游戏。那他们也是有拍照证明说他们是有在玩这个游戏啊，但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你讲他们能不能体验玩家的感受呢？我觉得是比较困难一点的，除非是真的策划有安排一个账号在我们 KVK 之中，可能我们打仗的时候他跟着我们一起打仗，这样子才有可能理解玩家的想法。就比方说像我这样子，为什么我可以理解玩家的想法，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在战斗，我有在先锋王国战斗，也有在 CD 族王国战斗，所以我知道先锋王国的玩家想要什么东西，那些比较弱的王国玩家想要什么东西。但是开发人员他们在测试游戏，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是跟他们的同事在玩这个游戏，可能玩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会玩家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玩家要不断的反馈给他们知道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原因。OK， 那么以上就是德国线下见面会的一些内容啦，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不过这里所讲的东西其实跟之前大同小异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还有就是新的工兵会在9月出现，也就是这个月。但是如果根据我之前做的列表推测呢，如果是这个月推出的话，其实我们相隔的时间只有56天而已。策划所说的是出现了，但我不确定到底是出现这个统帅的消息，还是说会出现统帅的本身，我们可以去拿到这个统帅。如果是正式推出统帅是在这个月的话，对于国际服来讲是已经加快了速度。跟我之前推测10月7日出现的时间是相隔了2个星期，因为这一次推出的时间加快，有可能玩家会抱怨啦。我个人猜测他们会选择9月推出，是为了配合周年庆还有登峰造极。不过我今天所讲的东西还是以游戏实际为准，如果官方没有发任何的公告的话，都是不算执行的。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